心智啊！闭上眼，定心神，这样你的术法才能更容易溜走你周身血脉。何必如此费力呢？谁？定心神。有人说话。这里的气息本不清明，被傀儡的瘴气影响，变得更加浑浊。所以你一定要清醒精神，不受它影响。他为你疗伤，运送功法，背上的伤都灭开。要咒你如何？天然之不尽之人。胡言乱语，不可能！有何不可？他是神，身负天下，他不能动私情。他不能动私情是他的事，你怎么做的？你是神人，没人规定你不可以动私情。既然他需要克制，那你主动不就好？滚！请您让他不算听到，又能满足你的一己私欲，就在这个世上，你也会知道的。你从来只在压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一心只想守护人界族女，恨不得天下苍生。你可曾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？一生就放纵着彼此，就在这儿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天道也会不到行止的头上。这是你使人一时的克制不住。你很爱他，他也是爱你；你很爱他，他也是爱你，你还不知道。神医，你看啊，神医，看过来，神医。这3今日死里反噬，凌迟刮骨，你拦不住我！从前从没觉得3界有多大，而今时今日，我竟然连一个东汉都寻不完。星辰，这便是你听到的冰封东海，也是他带上山心头疤的由来，更是他的不堪回首和难以忘怀。这
这就是你的彻底离开结的果。1000年过去，还不够吗？天道诞时，若不想你们动情，却又为何赋予你们7情6欲？天外天，上过世，一个个离去，只留你永世孤寂，打破它又如何？这天道为命又如何？你故意引诱我，在这阵法里看到这一幕，意欲何为？我能看到的，我能让你看到的，不过是人的欲与梦。这些就是行止的欲，是他挥之不去的心头梦魇。而我是你心中的欲，把是留下来，把是留下来。我就是你想做又害怕做的，自己把是留下来。你一定要定心神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何与我道歉？若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我也未曾，就好。阿离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数万年的光阴，可最让我庆幸的，就是遇到了你。可是你遇见我，你便受到了天罚。我受到逆天惩罚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而是因为失去了你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阿离，我觉得我们要克制一下。我很冷静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不需要。如果选错，那也是我的错。既然生命刻入骨的脸，不负这一趟心血。
心智。东海之上，你涅槃未成的那最后一刻，我以为我会死掉。那时候，我最后想到的是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在，不管天崩地裂，是你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这力量，我功法回来了，甚至更甚于前。今日一事，皆是我的过错，神君无需自责。第一，我没有自责；第二，你有什么过错？第三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一直都很清醒。你疯了？约摸着是吧？从你葬身东海的那一刻起，我好像就不大正常。不行，我可以疯，别人可以疯，甚至三界都可以癫狂，但是你系着他们的命，你不能疯。可是我早已经坠入了万丈深渊，我挣扎过，我拒绝过，可上天还是不曾放过我。阿丽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若只是动了情，未曾行逆天之事，便也不会受到天道反噬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先想办法出去吧。金娘子说有人攻山，怕是……沈莲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也就只遇到你这么一个女人。你在想什么啊？那事儿之后，你可以立刻跟我翻脸，谈正事，还没有半点含糊。啊？先前我还未曾注意，但这一回，又见到那些散发着瘴气、如同傀儡一般的人，倒是让我想起一段往事。当初魑魅祸乱灵界，你听说过吧？听过。数千魑魅出现于灵界，这并非偶然，乃是由上一届灵尊6名以秘术炼制而成。6名觉得仙界无能，不甘心与仙界平分天地，欲灭之。然而遭受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，以恐损灵界族民之由挡了回去。6名心有不甘，
私下炼制了数千魑魅，以攻打仙界。当时魑魅的数量过多，力量过于强大，致使他无法掌控，从而有魑魅之祸。灵界无力抵抗，便传输给仙界，天君才来寻我，便有了之后的封印魑魅一事。当年与蝎尾狐一战，便弄得我灵界战士狼狈不堪。可想而知，这数千头魑魅的力量有多可怕，而这竟然是被一个人炼制出来的。而那人若是没有你的封印，只怕会害尽苍生。当年初下灵界，我首次与魑魅对战，不知道他们为何物，但我发现他们很难被刀剑法术杀死，即便他们被杀死，也会变化成一股黑烟，被附近的魑魅吞到腹中，从而增强另一只魑魅的力量。若是如此，封印他们确实是最快的方法。而此前，我为此感到抱歉。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什么？极难杀死，黑色瘴气，行为疯癫。那些傀儡，还有追来的黑衣人，也是类似于魑魅。我们第一次在锦绣城跟他们遭遇时，他们或许尚未做得完全，但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下来，倒是让我觉得炼制他们的人技术见长。浮生，他为什么会知道炼制魑魅的方法？又为何会知道你的止水术？他究竟想做什么？依我看，浮生此人未必知晓全部炼制魑魅的方法，否则他大可直接炼出魑魅，又何苦折腾出这么些看起来还像是个半成品的傀儡？他应是知道一些，而我记得六名已经被我斩于剑下，世上不该还有谁记得炼制之术。而所谓的止水术，在我看来是凝冰术，你说过。对，没有神力，如何操纵神术？至于他们如何知道神术，你可还记得顾城锦？记得。顾城锦，景言是动了私情的青叶，被夺去了神格，是你的挚友。是啊，止水术是我的术法，但我却教了一些给青叶。而顾城锦那时，浮生他也出现了。兴许是他设法窥探到青叶那些关于神明的记忆。止水术，他可能学到一点皮毛。现在想一想，当时有许多事都是他暗自动的手脚。烧你的院子，小河的忽然发疯，都有他一份。那你说，他要做这些事，他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？他的目的是续天渊。比
彼时魑魅逃出，重伤边界守军。而后不久，你便来灵界重塑封印。再不久，人界地仙山灵被相继抓走。虽不知他们抓山灵地仙的具体目的，但必定与浮生造出半成品的傀儡有关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们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那时我还在锦绣城中。我与被炼制成傀儡的子夏交手，想来，他这些炼制魑魅的方法，皆是来自于虚天渊中。那么多的事情，当时看来不过是表面的模样，好似一切都是自然如此。原来在表面之下，竟还有另外一只手，在推着事情发展。那这些事儿，你一早便知道。我也是待线索多了以后，才慢慢把事情串联起来。那我们要快点出去。我要回到灵界，尽快禀报给灵尊，做应对之策。7年前，我封印魑魅之后，元气大损，无力再掌管灵界。你的师父沈沐月成了现任灵尊。我对他不甚了解，但我敢肯定，他要弑瞒你。灵尊会欺我瞒我，但绝不会害我，我相信他。你若是也会如此信我，那该多好。那不一样。他与我来说亦师亦母，没有他，我活不到今天。所以，他就算是欺瞒我一生，要了我的命，给他又何妨？我怎会让你把命给他？事到如今，你让我怎么舍得？金娘子不是说与我们来会合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她不会有事儿吧？这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不说别的，论逃命的本事，他是1等1的好。哎呀，奴家这好不容易才脱身，这还想着下来救人呢，便听见神君这样说奴家，真是好让人伤心啊。奴家不依，神君得与奴家道歉才是，不然奴家就不救你们出去了。如此，我便不道歉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哟，神君这是还想和妹妹待在一起呢，那奴家可更不依了。好了，赶快吧，带我们出去。走吧。刚才在里面，你没有被欺负吧？没有。没有啊。神君一身清正，这些邪念自是无法造次。快走吧。啊，妹妹，你的功力恢复了，你是怎么治好的？
小心！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下可糟糕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他哪来这么大的力量，把我的封印都冲破了？依我猜测，或许是他们吸食了我们的情绪和欲望吧。沈君，你的欲望是有多强烈啊？你这可把奴家给害苦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何你如此害怕？我才不怕呢！奴家好歹也往这里面扔了上万年的脏东西，这时间一长，它们就凝出来一个形状，就像是奴家的一个分身，所以比较了解奴家的弱点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也不能与他对阵，由我去收拾他。妹妹，你此生如此有担当啊！好好说话，不要做没有必要的举动。妹妹放心，奴家收拾得了。他就是麻烦在最能蛊惑人心。你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定是中招了吧？行了行了，那奴家要去抓他了，就不送你们了。你们顺着这条路出去就好了。走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跟一群冒着黑气的怪人打了一架，打完我才发现，我的内丹被他顺走了。虽说我要不要那内丹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凭什么白白给了他们？我不管，你们得去找他们算账，给奴家讨回来才是。走了。哎，浮生，他们为什么拿他的内丹？日后自会水落石出。我们走吧。谁？莫风，沈王爷，好久不见了。这是浮生。记住共生，莫方的身体已被浮生所控。浮生，今日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一个废了的碧苍王和一个重伤的上古神，也想与我算账？凭什么？如今我是不宜动手，但谁告诉你他废了？融合了内丹之力，这才是神力。灵之背脊，貌似天塌了，也能靠一己之力挺起来的碧苍王。
他已经完全融合了碧海苍珠，变得如此厉害。如今少主这身体是对付不了他了。尔等蝼蚁，竟敢亵渎神明！他们还没对我怎么样，你便动了这么大肝火。总把你当成病秧子。先追人吧，他被你的火焰击中，应该跑不了多远。走吧。嗯。这个林子的雾很奇怪。这应该是他们设的障眼法。得把他找出来，问出浮生的计谋。我们分头去找。心机。你看见了吧？他对你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！闭嘴，少主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值得。我叫你闭嘴！以身为阵。
连旁门左道也走不通，沈离，你这灵尊弟子毫无慧根，空有其名。魔方，你给我滚！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啊！这声音是龙敖，龙敖是6名坐骑，走在青年前便被灵尊封印，他怎么可能逃出来？有人解除了灵尊的封印。阿离，等会儿我拖住龙敖，你带他们闯出去，回都城门救兵。那个黑脸怪呢？谁？莫方。莫方，他在那儿。跟好，一道队，跟我走。跟我一起扛人！你不是灵力很强吗？你的灵力呢？原来他是为了救我，他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。休想伤我灵界之人！自那时起，我便跟王爷征战沙场。若没有你，少主说的太对了。若无形之，你本有一线希望。走到今天这步，都是因为这位上古神。听我的，大开虚天渊，放出魑魅，颠覆三界，那神离还会是你的囊中之物啊！闭嘴！看来你会种树，也并非全都是他人之错。停止！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此前你不也放过他一次吗？仅此一次，还他救我出地牢之恩。下次见面绝不手软。
那是什么？天外天落石。天外天落石。看来我得回去看一下了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当然得回去。赶紧走吧，别磨蹭了。苍王，竟真的是他，居然还活着！我去禀告天君，快去！神君，这是要去天外天。神君，请留步。前些日子因您在东海处行事稍激，天外天有所松动，现在回去怕是不好吧？可有伤到人吗？只是零星落石，在仙界并未伤人，不过将九重天砸出了洞，落入了下界，万幸没有伤及下界黎民。神君，神君留步啊！神君留步！居然和闪灵，真的是闪灵！神君，他还活着，你这真的被神君找到了？你糊涂啊！这个比苍王真是祸害1000年。神君如此行事，怕不是着了那沈离的道？哎，说不定这还是灵界的阴谋呢。对啊，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也有这么一天，被认为是祸国妖姬？沈君，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开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李苍王，东海涅槃，乃是3界一大幸事，我等也知知计难觅，但世间难有两全之时。望神君谨记重责，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以报天下安危。望神君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保天下安危。你看，没人愿意祝福我们。3界疾苦我知，苍生不易我也知，只是行止至今从未做过伤害过苍生的事，众仙家以从未发生的事来论行止的罪，实在不该。那神君前些日子在下界以止水术冰封东海10天10夜，违逆天道，以致神体受损。天外天已有所松动，瓦石覆下，穿9重天而过，落入下界。虽未伤人，但却让万顷山林被毁，连绵大火在人界山中烧了整整半月。雷以百计的山林土地，连日施法灭火。敢问神君，此事可否论罪？此事是我的过错，理当论罪。那神君作为最后一位尊神，如今天外天已与神君身体紧密相连。这一次，神君寻回碧苍王，只是令天外天落石降下。那下一次，他若再遇意外，神君你岂不是要拉着整个3界来陪葬？敢问神君，苍生如何能安？神君莫怪，婺源仙君性直严厉，但说的不无道理，还望神君三思。望神君三思。碧苍王，你忍心眼睁睁看着神君万劫不复，3界因你陷入动乱吗？此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碧苍王毫无干系，还望众仙家不要胡乱指摘。再者，行止有错，但只错在妄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而并非错在心属一人。听神君这意思，是打算一意孤行了？这可不行啊！神君，万万不可呀！神君，天外天松动，我自有补救之法。人界山林烧毁，我也愿意承担责任。可唯独沈离，
我一步也不会退。且不论你们，就算是他，也不能说不。神君与三界有恩，我绝不会对神君动手。但神君对沈离若再执迷不悟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神君今日若不和沈离分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离开。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此事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不服者，借碧苍王的话，尽管来战。天君与众仙君所言，沈离心中自有分寸，神君有神君的想法，沈离也有自己的原则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先解决天外天落实的事。看来碧苍王还有分寸，眼下天外天落实一事，确实耽搁不得。望神君连三界疾苦，望神君连三界疾苦。我到仙界，就是要回天外天解决此事。这次解决了，那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又该如何？你们二人，我与仙界众仙绝无祝福。怎么了？这便急着找回你的原则了？此前我没有出声，但也不代表我赞同你的想法。你跟我在雪山已经……雪山是我的错，我当时便认了。既然你都认错了，那你不打算负责任吗？抱歉，我不负。好一个负心汉，薄情郎啊！我的想法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知道我的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。先去天外天吧，如你所说，解决天外天落实是当务之急。这个忙，你总得帮我。走吧。
去守好南天门。是。你是何人？灵界的人吗？我是灵界李苍王的侍女，找星至神君拿回我家王爷的枪。碧苍王侍女，你家王爷好大的本事，把神君迷得神志不清。他已随神君前往天外天，断枪取不取我不知晓，但我看他已把神君的心都给取走了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我家王爷他还活着？他何止是活着，他可活得太好了。我要见我家王爷。仙界岂是你想入便入的？自去请了灵尊守御，再来找你家王爷吧。你此前都是从这里进入天外天的？他们灵位的所在之地，自然是离天外天最近的地方。天外天从不允许神明之外的人踏入，你带我进去，可会遭到天谴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呢？从古至今，爱上别人的上古神，我又不是头一个。依照我对他们的了解，没有谁会像传闻中一般正直乖巧的。这天外天的星辰，好美啊！是啊。这里之前一直是这样的吗？是。若这些山石都掉入下界，是不是与你身上的伤有关？不能再让它坍塌了。
你的身体，这不就拉住了吗？你看那些仙界众仙，动不动就拿3界苍生来逼我。纵观3界苍生，还有何人受桎梏如我？你位于高处，受苍生爱戴，得天之大利。这3界，又有谁受供奉如你？哪有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的事？我就是抱怨1、2句罢了，这也能换来一顿教训。在灵界，我吃穿皆是受他们供奉而来，我没有别的本事，唯有用武力来护住灵界子民，让那些心甘情愿供奉我的人得以平安，也算是对得起他们。行止神君，你我或许有生而就要做的事情，这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你以为这些道理我不知晓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与你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回到那个院子里，我们坐在葡萄藤下，吹吹风，晒晒太阳。我此生只爱过一人，那人皆是你。我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你，而变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我很明白，感情并不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。我有我非做不可的事，你也有你非承担不可的责任。所以，不是全部理由，但至少是你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。这对于我而言便够。我的责任，我自会承担。你要完成的事，我也会替你完成。若什么都要你做了，那还要我来干嘛？你就在此安然无恙便好了。荒谬！既然天外天的落实已经被你掌控，那我便回灵界了。你不会放手？岂有此理！我做什么为何要征得你的同意？我会心疼。我会心疼你。那些危险的事，就交由我来做。行止，我并非任人把玩的雀鸟，不能囚在牢笼里。